NASA 憋了19天，终于放出韦伯望远镜对阿特拉斯的观测数据，结果堪称炸裂。不仅没能看清它到底是什么，还坐实了之前的不少猜测。谜团不但没解开，反而越来越大。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 NASA 早在8月6号就进行了观测，直到8月25日才公布。除了极其复杂和谨慎的数据分析外，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反常了。咱们不废话，请坐稳扶好。首先，咱们从它的尺寸说起。最初，天文学家根据它的亮度初步估算，它大概有20公里宽，已经很惊人了，对吧？但随着韦伯的深度介入，你猜怎么着？一个新的、令人脊背发凉的数字浮出了水面：46公里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翻倍，46公里意味着一座漂浮在太空中的县城，一座以我们无法理解的速度精确地切入我们太阳系内部的庞然大物。在天文学尺度上，这已经不是一颗大号岩石，而是一个微型世界了。如果说光是大小就足以让人震惊，那真正让全球天文学家睡不着的，其实是它的化学成分。你可以当成它呼出的气。综合目前所有数据来看，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：阿特拉斯与以往任何已知的彗星或小行星都截然不同，至少与我们详细观测过的任何天体都完全不一样。这次 NASA 直接用上了韦伯和 Spherix 望远镜的联动组合，这两台都是顶级的红外望远镜，能精准分析出天体呼出些什么化学成分。正常来说，它们的目标是更遥远的星云和星系，但阿特拉斯的神秘性和争议性太强了。NASA 显然认为值得用人类最顶级的设备去解开它的谜团。然而，这两台人类顶配的超级望远镜不仅没有终结谜题，反而引出了一个更深的疑问。他们看到了很多，但拼凑出的画面却不属于任何我们已知的自然天体。首先是 Spherix 率先揭示的阿特拉斯周围存在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气体雨流。这个气场有多大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它的直径延伸超过34万公里，几乎是咱们太阳直径的一半。一个小县城大小的物体竟然能制造出半个太阳那么大的气场，这本身就是个奇观了。好，有这么大的气体云，按常理来说，它被太阳风一吹，就应该拉出一条长得吓人的尾巴，对吧？但离谱的地方来了，哈勃、韦伯都证实了，阿特拉斯几乎没有彗尾，这说明它没有脱落大量细小的尘埃颗粒。可问题是，它又异常明亮。一个没有巨大反光尾巴的天体，却亮得晃眼，这强烈暗示了它的光主要来自它的本体表面反射，而要达到这个亮度，就支撑了那个46公里的恐怖尺寸估算。接下来就是韦伯望远镜带来的终极实锤，也是最颠覆认知的部分。韦伯精准地测出了它喷发气体的化学配比。当那个数字出来的时候，我相信所有科学家都沉默了。根据分子数计算，二氧化碳与水分子的输出比例，你听好了，是惊人的8:1。这是迄今为止在任何彗星上观测到的最高比例。这个8:1到底有多不正常？我给你们看一张图。天文学家们几十年来观测过的所有太阳系彗星，它们的二氧化碳、水比例都基本遵循一条规律。但阿特拉斯它直接出现在了规律之外，远远超出了所有正常彗星的范畴。在科学上，这种偏离程度达到了6.1个西格玛，这意味着偶然性几乎为零。我们确确实实发现了一个全新的、前所未见的现象。你以为这就够诡异了？你猜怎么着？更诡异的还在后面。韦伯的光谱还显示，阿特拉斯的身上确实存在水冰，这就导向了一个极度矛盾的物理状态。一个身上明明带着水冰的天体，在太阳的烘烤下却不怎么释放水蒸气，反而在疯狂喷射二氧化碳。这就好比你用喷灯去烤一块巨大的冰块，结果它冒出来的全是干冰的白烟，冰块本身却没怎么融化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离谱？这完全不符合物理常识。科学家推测，要么是它的表面有一层超级隔热的外壳，阻止了太阳热量向内传递，要么就是它的内核温度远比普通彗星要低。无论是哪种可能，都证明了它的物理结构和我们熟知的彗星完全不同。
说真的，像阿特拉斯这种谜一样天文内容，最适合睡前听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虽然不知道你的梦里阿特拉斯是彗星还是外星飞船，但如果我们来量化一下它的排量，你就知道有多夸张了。根据推断，阿特拉斯每秒钟会损失130公斤的二氧化碳，而水只有区6.6公斤，它喷水的效率只有喷二氧化碳的5%，这个数值比同距离下典型彗星的预期要极端16倍。综合所有线索，阿特拉斯的画像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神秘。一个直径46公里的庞然大物，质量可能是之前星际彗星鲍里索夫的100万倍，是奥莫莫的几百万倍。如此巨大的天体，在统计学上出现在我们太阳系内的概率微乎其微。阿维勒布就指出，根据星际空间岩石物质的密度来算，我们根本不应该这么早发现一个如此巨大的星际巨石，除非它不是随机路过。解决这种种矛盾，有一种可能性：阿特拉斯并非来自随机轨道，而是其轨道经过精心设计，目标就是内太阳系。正如阿维勒布多次提到的，它的轨道本身就看起来像是被有意瞄准过的。最后，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细节：一个人每天大约产生1公斤二氧化碳，而阿特拉斯每秒喷射130公斤，这相当于大约1000万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。一个直径46公里的太空平台，如果以曼哈顿的人口密度计算，恰好可以容纳1000万人或其他等效的生物乘客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吗？但当所有线索都指向异常时，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，我们还能把它简单的当成巧合吗？这很可能根本不是一颗彗星，而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巨大的超级活跃的星际天体，而它是一艘外星飞船的可能性也并非天方夜谭。至于一个文明是否会用小行星当飞船，这在科幻和一些前沿理论中并不少见。在漫长的星际旅行中，厚重的岩石层是抵御宇宙射线的最佳屏障，比任何人工材料都更可靠。水的防辐射效果也极佳，这也是为什么核反应堆里要用水来做屏蔽。这个闯入我们家园的神秘来客，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那么你怎么看？它究竟是什么？答案或许就藏在下一次的观测数据里。